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行病通常被认为是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也就是所谓的鼠疫。这场疫情在1347年至1351年间横扫欧洲、亚洲以及北非，导致当时数千万人死亡，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0%至60%。不仅造成大量人口的减少，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跟文化。但如果我告诉你，所处的现代有一种隐形的流行病，它之所以隐形，是因为它被大多数的医疗人员跟民众所忽略。但这个疾病，不管你是用罹患的人口数量，或是患病者占人口的总比例，它都绝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行病。我说的并不是近年对全球造成广泛影响的新冠肺炎疫情，因为这个隐形流行病造成的人均寿命减少、医疗支出跟经济损失，跟人类至今历史上所有的疾病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这个疾病你可能第一次听过，我们姑且叫它是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症。我们的医疗或是防疫体系对于这个专属于现代人特有的文明病之所以无感，是因为大多数的人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罹患这个慢性病，而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它并没有所谓的疫情爆发的特征。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疾病，我换一个名称来描述它，你就一定有听过。就跟恶魔路西法一样，它有许多的名字跟面向：咬合不正、睡眠呼吸中止症、睡觉磨牙、失眠症、高血压、胃食道逆流、失智症、ADHD、忧郁症。没错，你并没有听错，以上这些疾病背后的病因学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根源。我认为能够让最大多数人理解的名称，应该称之为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症。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疾病，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牙齿矫正学说起。大家都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庸医的行为，因为这样子的医疗逻辑，除了给病患感受到有被医生照顾的安慰剂效果之外，实际上并不能增加任何对病患有价值的治疗效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经典的两个例子就是降血压药物与安眠药。对于造成高血压与失眠的真正原因，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刘文德教授的这2部影片。同样的，牙齿会乱，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是先天基因或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呢？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牙科学生时，当时伟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于2003年完成，所有的医学界都很兴奋，就像现在的 AI 一样。当时只要讲到基因，大家都觉得很高大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教我们齿颚矫正学的老师说，牙齿乱是基因造成的，也就是遗传。最新的研究强调，牙齿乱不只是单一基因或者是环境因素的结果，而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即使有遗传倾向，环境因素仍能够显著地影响牙齿的最终排列。因此，下巴后缩跟乱牙是由于基因在不当的环境中表达所导致的。现代的研究越来越发现，医疗上最有效的预防跟治疗策略都必须要考虑到后天环境对先天基因的影响。这个称之为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学是理解环境如何影响基因表达的关键领域。环境因素像是饮食、运动、压力、毒素等，都可以透过表观遗传来修饰基因。这些变化甚至有时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美国的波特杰医师在1932至1942年间做了一系列长达10年的猫咪实验，就是早期的表观遗传学的研究代表。他证明了环境因素，例如营养不良，如何调控猫咪的基因，并将这些被调控后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长期嘴巴开开用口呼吸的习惯，可能是造成人类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科学伦理的问题限制了研究者使用人类来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类身上进行类似的实验重现。
如果有一个学科，它没有太多的科学证据基础，也不具备科学的严谨性和可靠性，而主要都是依靠特定的专家意见与经验法则，这样子的学科通常会被称为伪科学或准科学。牙齿矫正学正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学科，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做这一集来跟大家说明的原因。因为这个学科目前的做法和它所使用的工具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现代人的困境。既然它没有太多严谨的证据，又无法将实验结果重现于人类身上，我们就只能透过动物实验来探讨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的真正原因。在1970年代，当时仍允许动物实验在灵长类身上进行。美国一位著名的解剖学博士与牙齿矫正医师艾吉尔·哈沃，他为了要验证口呼吸是不是造成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就对恒河猴进行了一系列以现代看起来相当残忍的实验。哈沃医师将一群2至6岁的恒河猴用细胶堵住他们的鼻口，强迫他们成为口呼吸者。为了要适应口呼吸的情况，这些被堵住鼻孔的恒河猴先是表现出各种舌头、嘴唇和下颚位置不稳定的肌肉动作。接下来，艾吉尔发现口呼吸的恒河猴开始脸部变得比较长，下颚开始向下的倾斜生长，而且变得比较开咬，这些都是长脸症候群的特征。此外，它们还出现各种的咬合不正，就像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一样。基本上所有的口呼吸恒河猴的上颚呢，都出现了狭窄而高耸的哥德弓，都显示出下颚牙弓的缩窄以及上颚牙弓的变短。这个结果形成了所谓的门牙反咬，这是一种假性互斗的情况，它的表现就是下颚的门牙在上颚门牙的前方。令人惊奇的是，当鼻塞在18个月后被移除后，猴子们可以开始恢复鼻子呼吸后，大多数的恒河猴齿颚的变化都出现了逆转的情形。哈沃医师还在恒河猴的实验中显示，舌头对于上颚轻微的压力能够促使面部骨骼生长，并产生宽阔的上颚以及正常的牙弓。这个其实就是嘴巴重训 mewing 以及口腔肌功能训练的效果。关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的这一部影片。当想到牙齿乱的问题时，我们通常都会先考虑寻求牙齿矫正医生的帮助。牙齿矫正在工业化国家的儿童中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超过1半的美国孩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会戴牙套，而且这个比例正在逐年的快速增加。为什么牙齿矫正的数量在增加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家长们越来越关注孩子的外观与口腔健康，而且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孩童无法在自然的状况下发展出整齐的牙齿。要成为一位牙齿矫正医师的基础训练是牙医学位，之后通常还需要3年的牙齿矫正专科训练。牙齿矫正医师的训练主要是使用各式各样的固定式与活动式牙齿矫正装置，包括了口内跟口外的装置，来帮病患进行治疗。如果你了解牙齿矫正医生的养成过程，那么牙齿矫正医生会专注在牙齿的排列上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对一个手上拿着榔头的人来说，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吊诡的现象来探讨一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牙齿矫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虽然近年来牙齿矫正的材料跟技术都不断的有许多突破，但需要拔牙矫正与正颚手术的矫正案例却在不断上升。这还不包括2次矫正的案例、满坑满谷的颞颌关节患者，以及有睡眠呼吸问题的可怜患者。只要是牙齿矫正做得够多的医师，就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牙齿乱世当中。如果对于这个造成现代人健康最大的困境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的这一部影片。专科医生会出现榔头人效应，这是由于他们的训练大多局限于非常特定的领域。榔头人呢，长期训练的专业本领就是钉钉子，他们的工具箱里面也没有榔头之外的工具。因此，当他们遇到牙齿排列之外的事情，例如吞咽、
扁桃腺、鼻子过敏、咀嚼肌、呼吸道或颞颌关节等不是钉子的问题时，他们的本能就会倾向去忽略这些问题。又像德国作家歌德所说的，脑中没有的东西，眼睛看不到。很不幸的是，这些看不到的问题才是造成牙齿乱的病因。这包括了像是牙齿乱的人是不是有口腔肌肉的问题，或呼吸道方面的问题等。而那些显而易见，连病人也都看得懂的问题，其实是所谓的症状，也就是结果。由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这样的资讯落差，像这样子头痛医头、牙乱医牙，错把结果当原因的医疗逻辑，以及这种逻辑所导致的无效医疗行为，并不容易被一般民众分辨。这样子的乱象其实充斥在我们的医疗体系当中。看到这里，或许很多牙齿矫正医生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还是要探讨一下现有的医学证据要如何支持我们的论述。这一篇刊载于美国矫正期刊，由华盛顿大学牙齿矫正科所做的经典研究，论文的引用次数非常高。它追踪了传统矫正治疗的病患在停止继续佩戴维持器超过10年后，他的下颚前牙是否稳定。结果显示呢，使用固定式的牙齿矫正装置的矫正成果并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而另一份华盛顿大学的牙齿矫正科研究是由 Dr. Robert Little 所提出的结论，则是拔牙矫正的案例因为口腔体积缩小，导致舌头没有空间，只能推挤过于内收的牙齿，造成牙齿再度变乱。借由这2个经典的研究，我们可以让大家稍稍的理解到牙齿矫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像前面讨论过的，牙医学至今仍受困于病因学研究的争论，导致多数的牙医师仍坚信颌骨和脸型的问题是先天基因遗传所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接受过传统矫正治疗的人多半长的就是那一张脸，就跟韩国天团成员们的脸也都长得很像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榔头人的工具就是很受限。以前我们台大牙齿矫正科的某位学长总是喜欢告诉他的病患说，你爸妈没有生给你的，我也给不出来。他的确没有说谎，他是真的给不出来。原因我们刚刚已经探讨过了，因为牙齿矫正专科医生大多是基因论的支持者，而且榔头人的工具箱里面的给息确实也做不到。我们可以从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脸来探究一下，为什么牙齿矫正给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画像中，他几乎从来不太笑。这是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掉光了，嘴巴里戴的其实是一副活动假牙。对，就是你阿嬷戴的那一种。你可以从画像中的华盛顿总统嘴巴里好像含了一颗卤蛋可以看出来。由于当时还没有什么先进的牙科技术，所以他的活动假牙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因此笑的时候会很尴尬，甚至笑大一点，活动假牙就可能会喷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总统从来不笑。活动假牙顾名思义是活动的，也就是会在嘴巴里动来动去。为了减少活动假牙在口内动来动去，制作活动假牙时需要靠后牙的咬合接触来平衡这个假牙。而且为了减少前牙的咬合力所产生的杠杆让假牙翻车，前牙都会设计得非常的内收，并采取开咬的设计。听到这里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前面的恒河猴口呼吸实验中的猴子最后的咬合就是变成这样。前牙内收的假牙所导致的脸型结果，就跟拔牙矫正将前牙内收的排列一样，美观上会导致嘴唇周围的肌肉萎缩，失去原本嘴唇翘翘的形状。此外，从来都不笑的人，脸部的肌群几乎都是无力的，再加上他只能佩戴很难使用的木质活动假牙，戴着这种假牙大概只能吃很软很软的东西，因此华盛顿总统的口腔肌肉一定是极度无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华盛顿总统缺乏苹果肌，嘴唇很薄，而且没有下颚线。这些特征都跟传统矫正后所呈现的矫正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影片的最后，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来比较一下
以病因为导向的治疗和以症状为导向的治疗可以得到多么惊人的不同的结果。这组侧脸对比照片中的是一家3口，爸爸和妈妈小的时候都接受过传统牙齿矫正，使用固定式的牙齿矫正器，他们都有拔牙，而他们的女儿则接受了以呼吸道为中心的矫正，没有拔牙做矫正。从他们的侧脸轮廓来看，做过传统矫正的爸爸中脸凹陷，缺乏苹果肌，下巴突出，呈现护斗的脸型，没有下颚线，上唇都非常的薄，而妈妈则是有着后缩的小下巴，过长的人中，以及无法紧闭的嘴唇。她也没有苹果肌和下颚线。爸妈两人看起来都有呼吸道的问题，而最后采取以呼吸道为中心牙齿矫正的女儿，可以看到她的轮廓非常的立体漂亮，有微翘的鼻子，短短的人中，上下唇的厚度呈现黄金比例的1:1.618，以及明显的下巴以及下颚线。从这个结果来看，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症，如果以症状为导向去治疗，结果没有办法维持长久，而以病因为导向的治疗才是治本的根本方法。我们开头说过，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大规模的现代人面临着颚面与呼吸道发育不良的问题。对于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一部影片。许多人从小就是因为鼻子过敏，养成了口呼吸的习惯，并且常常都咬一些太软的食物，这些都会阻碍上下颚的发展，除了导致下颚发育不良，也会进而影响到整个面部的结构。今天提到的这个隐形流行病，不仅影响到牙齿的排列与脸型发育，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而进一步来说，不当的牙齿矫正方式多半又将呼吸道的问题变得更加恶化。从表观遗传学的观点来看，尤其是对于年幼的孩童来说，他们的齿颚、颜面与呼吸道从一出生到成年之间都不断的在发育，自然也会不断的受到不良的环境因子调控。这些不良的环境因素包括鼻子过敏、口呼吸跟喝奶瓶，都对成长中的孩童的齿颚与呼吸道造成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决相关的问题，就应该要从儿童早期的发育阶段开始进行干预。也就是说，牙齿不整齐主要是由于环境后天因素所造成的，而不是基因。关于预防胜于治疗的重要性，很不幸，目前台湾大部分的家长以及年幼的牙科患者们仍在被牙医师教育说没关系，长大再做就好。牙医师随口的这一句话，不仅是错过了最容易解决患者问题的介入点，以及作为一个医师能够最大化你的治疗价值的黄金时机。而且事实上，站在患者的角度，越早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成本越低，而不是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